一觉醒来，已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陌生世界，并且家里仅存的一小袋粮食也被恶霸强行搜走，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仅因为没忍住北浪邻居，当场就被乱棍打死。为了不顾前身的后尘被活活饿死，你死死攥住一把生锈的镰刀，头也不回地扎进了深山。谁知当踏入林中，一双忧虑的眼睛就从黑暗中亮起，下一秒，一头恶极的孤狼就张着血盆大口朝你猛扑过来。生死存亡之际，已爆发出得领求生本能，与这头恶狼死纠缠在一起。当冰冷的镰刀割断恶狼喉咙时，你也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瘫倒在地。荒山野岭间，生死一线的危局骤然反转。你在与野狼的殊死搏杀中，于濒死边缘觉醒了杀戮变强的系统金手指，冰冷机械的系统提示音毫无预兆的在你脑海中炸响。叮，击杀野狼一头，获得杀戮值10点，可转化为力量100斤，是否立即转化？你没有半分犹豫，沉声喝出转化2字。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滚烫的热流猛地从丹田席卷全身，四肢百骸如同被温指浸润，你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力气正以肉眼可见的幅度暴涨。你松开死前住野狼脖梗的手臂，缓缓从狼尸上站起身，抬脚踹了踹身下已然身躯僵硬的野狼，彻底确认这头凶物已被自己亲手斩杀。你弯腰将野狼的尸体翻了过来，赫然看见他的腹部有一个狰狞的血斗，探手入内，指尖触到一块冰凉坚硬的物件，两指夹紧猛地一扯，一柄沾着狼血的镰刀刀刃赫然出现在你个掌心。这柄由熟铁锻打而成的镰刀，只需换一根结实的木柄便能重新使用，你自然不会随意丢弃，当即用地上的泥土和枯草仔仔细细擦净了刀头上的血污，随手别在了腰间。紧接着，你俯身提起野狼，径直扛在了肩上。这头狼少说也有50斤重，可你扛着它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步伐依旧稳健，丝毫没有负重的疲惫的。这份实打实的力量提升，让你彻底确信，方才脑海里的系统提示并非濒死的错觉，更让你在这慌乱的世道里看到了一步步变强、护住家人的希望。扛着死狼，你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调转方向，朝着8里之外的后河镇走去，打算把这头野狼卖掉，换些粮食回来，解家里断粮的燃眉之急。后河镇集市的商货铺里，你先看门帘走了进去，将野狼重重放在了柜台上。铺子里的王掌柜见了这头野狼，先是吓了一跳，等得知这竟是你一个16、17岁的少年独自打死，更是连连惊叹，直呼后生可畏。王掌柜拿秤称过野狼，开口报价，这头狼净重57斤，按1斤15文算，一共855文。你痛快应下价格，决定将野狼出手。交易之际，你瞥见店里摆着不少打猎用的兵器，开口询问红缨枪的价钱。王掌柜立刻热情介绍，这红缨枪的枪头枪刃全是金刚锻打的，锋利的很，枪杆是2里多长的白蜡，韧性十足，只卖200文。你掂量一番，觉得这枪虽轻了些，但眼下也能凑合用，当即决定买下。随后，你又看中了一柄环手刀，刀身长约20，刀刃寒光凛冽，刀对带着恰到好处的弧度，榆木刀柄握板扎实趁手。王掌柜为这柄环手刀开价200文，还补了一句，往后你打的猎物都送到我这来，这价钱我永远给你留着。你咬了咬牙，狠下心一并买了下来。你又问了弓箭的价格，可动辄几贯钱的售价，让你只能无奈作罢。王掌柜算清账目，把剩下的铜钱和刀鞘一并递给你，还好心提醒，小哥，深山里不光有狼群猛虎，还有成了气候的精怪，真要是遇上，千万别硬拼，赶紧跑。你心中虽有疑惑，还是郑重谢过老掌柜，转身离开了山货铺。你转身走进镇上的米店，伙计见你衣衫破旧，本想推荐便宜的精力和杂粮面，可你却直接开口要了2斗精力、4斗杂粮面，一下子就花掉了400文。这大手笔让旁边的伙计看得目瞪口呆。你扛着70多斤重的粮食往家赶，快到家门口时，远远就看见自家院子外围了不少村民。人群中央，村里的财主张万才派来的山阳湖管事，正逼着你的母亲柳氏要以6两银子的低价强买家里的5亩良田。柳氏本就被断粮的日子逼得没了办法，心里已然有些动摇，只想着等你回来再商量。就在这时，你扛着沉甸甸的粮袋，一步步穿过人群走了过来，字字清晰的开口，家里有粮了，这地不卖。围观众人看到你肩上的粮袋，个个满脸惊愕，私下里纷纷议论，都猜你是借了镇上钱老爷的高利贷，才买得起这些粮食。可一提到放高利贷的钱老爷，众人瞬间都闭了嘴。谁都知道后河镇的钱老爷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富豪，有钱有势，和县城里的官员往来密切，手下养着一群打手，专放高利贷，凡是借了他钱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在这后河地界，他就是说一不二的地头蛇，就连张万才也根本不敢跟他抢生意。一听你可能借了钱老爷的钱，那山阳湖管事立刻明白，张万才想强占这5亩地的算盘，怕是打不成了。柳氏听着众人的议论，脸色瞬间煞白，眼里满是惶恐、愤怒，还有藏不住的失望。你见状，连忙上前拉住他，快步回了家。门外的众人没了主意，商量了几句，便跟着山阳湖管事匆匆往张万才家报信去了。进了屋，你仔仔细细跟柳氏讲了自己进山打狼、卖狼换粮的经过。柳氏听得冷汗直冒，直到你起身转了一圈，让他看清自己身上毫发无伤，他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可当他看到你带回来的镰刀头、红缨枪和环手刀，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忍不住开口问你买这些东西做什么。你语气坚定的解释，娘，我长大以后靠打猎也能撑起这个家。柳氏和小妹林婉满脸都是担忧，可你心意已决，他们最终也只能无奈叹息。你买回来的这些粮食，省着吃也只够一家人撑半个月，往后若是没了进项，一家人还是要面对断粮的困境。忙了整整一天，你的饭量也跟着力量暴涨。可吃饭时，你看着母亲和小妹为了省粮食，只吃了几口就说饱了，心里一阵发酸。你心里清楚，在彻底解决粮食危机之前，再多的劝说也没用，只有自己的翅膀足够硬，能源源不断从山里带回吃食，才能让他们安心吃饭。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漫天繁星还挂在墨色的天幕上。你吃完昨晚剩下的剩饭，
揣上母亲烙的杂粮饼，扛起红缨枪，背上柳条边的背篓，悄无声息地出了门。柳氏牵着林婉站在院门口，望着你远去的背影，低声一遍遍叮嘱着小星蟹。林婉眼眶泛红，小脸上全是藏不住的担忧。山上寒意刺骨，你手持长枪，拨开路边的野草藤蔓，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虽说村里人都说前山野兽少，可你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忽然，旁边的草丛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你猛地拨开草叶，赫然看见一条半米多长、补黄带黑纹的短尾蝮蛇，正吐着信子死死盯着你。这蛇剧毒无比，被咬上一口，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你眼疾手快，跨步上前，手腕发力，长枪猛地扎下，一枪就将毒蛇死死钉在了地上。蛇身疯狂扭动了几下，很快便没了动静。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在脑海响起：叮，杀死短尾蝮蛇一条，杀戮值加3，当前杀戮积分3点。你这才算彻底摸清了这金手指的门道，既能靠打猎换钱养家，又能靠杀戮攒积分变强，简直是一举两得。你把死蛇扔进背篓，继续往山林深处走去，寻觅着新的猎物。可一路走到山顶，都再没遇到别的猎物，以便顺着北坡下山。到了第二座山的山脚下，望着半山腰那片茂密的树丛，昨天你就是在那里斩杀了野狼，心里也盼着今天能有同样的好运气。如今你手持红缨枪，腰别环手刀，就算再遇上孤狼，也有十足的把握能拿下。正沿着山路往上爬，你目光骤然一凛，手中长枪猛地向前刺出，扑哧一声闷响，一只肥硕的野兔直接被你挑在了枪尖上。野兔在枪上疯狂蹬着4条的尾，拼命想要挣脱。你将长枪压在地上，一手揪住兔尾，另一手抽出环手刀，干脆利落地割开了他的喉咙。野兔挣扎了片刻，渐渐没了气息。系统提示音同步响起：叮，杀死野兔一只，杀戮值加1，当前杀戮积分4点。你没理会脑海里的提示音，把野兔装进背篓，继续往山上走。这片山林广袤无垠，野兽虽多，却极难寻觅。一直走到中午，你都再没什么收获，只能靠在一块大岩石上啃起了随身带的杂粮饼。刚吃饱，就听见不远处的树枝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声。你瞬间抓起长枪站起身，只见一只长着犄角的灰褐色狍子正疯了似的朝这边奔来，一边跑还一边频频回头张望。你一眼认出了这只狍子，刚举起枪，就看见狍子身后几只野狼的脑袋从树丛里露了出来。狍子擦着你的身壳跑了过去，你当即冲着那群野狼发出一声震耳的嘶吼。野狼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慌忙缩回了树丛里。你回头一看，那只傻狍子竟真的停在不远处，正歪着头好奇地盯着你。你心中一喜，低骂一声，果然是傻狍子，脚下发力，手中长枪直刺狍子的咽喉。狍子受惊想要逃窜，却早已为时已晚，被你一击刺穿了脖颈，当场毙命。系统提示音应声响起：叮，杀死狍子一只，杀戮值加6，当前杀戮积分10点，可转化力量100斤，是否立即转化？你低声应道转化，步步上感受体内力量的变化，目光死死锁定着野狼藏身的树丛，浑身肌肉紧绷，随时准备出手。你心里清楚，狍子本就胆小又好奇，刚才那一声大喊本就是为了吓退野狼，留住这送上门的猎物。如今力量再一次提升，又有长枪在手，就算是这群野狼一起上，你也丝毫不惧。5头野狼正从树丛里慢慢走出来，呈扇形朝你包抄过来。3头在前对着你发出低沉的威胁嘶吼，另外2头则想绕到你的右侧，去想地上的狍子尸体。你目光扫过那2头盯着狍子的野狼，他们见你没有阻拦的意思，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和另外3头野狼一起越靠越近，纷纷做出了扑击的姿态。你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可你本就是进山打猎的，又怎么可能让到嘴的猎物被这群畜生抢了去？你大喝一声，手中长枪率先出手，直刺最前面的那头野狼。野狼猝不及防，被长枪精准刺中眼睛，枪尖径直扎进了头颅，当场毙命。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叮，杀死野狼一头，杀戮值加10，当前杀戮积分可转化力量100斤，是否立即转化？你全身喝出转化，滚烫的热流再一次涌遍全身，你的力量又一次暴涨。你猛地拔出长枪，转身就朝右侧的野狼刺去。那头野狼被你这雷霆般的举动吓得惨叫一声，慌慌张张的朝右边逃窜。就在这时，左侧的野狼瞅准了空隙，纵身一跃，直扑你的左肩。另外2头原本要抢狍子的野狼也从左侧飞速冲了过来。刚提升完力量的你，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面对3头野狼的夹击，毫无惧色，手中长枪猛地一挥，一个横扫，直接将率先扑来的野狼狠狠击飞出去。紧接着枪尖前送，精准扎中了另一头野狼的腹部。第3头野狼跃至半空，你当即弃枪拔刀，手腕翻转，一刀就将其凌空刺死。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恶风，原来是刚才佯装逃走的那头野狼，竟趁机倒起了偷袭。你弯腰堪堪躲过，顺势一拳砸出，直接将他击飞出去5米多远，摔在地上没了动静。唯一剩下的那头被扫飞的野狼，见同伴尽数被杀，吓得夹着尾巴，头也不回地逃进了深山里。接连的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不断响起：叮，杀死野狼一头，杀戮值加10，叮，杀死野狼一头，杀戮值加10，叮，杀死野狼一头，杀戮值加10。你兴奋地大喊一声，全部转化，一股又一股热流在体内涌动。你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疯狂暴涨，粗略估算早已超过了800斤，只觉得一拳下去就能直接打穿野狼的肚皮。你扛着4头野狼和1只狍子回了家。柳氏和林婉看到这满背篓的猎物，当场就惊呆了。柳氏拉着你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见你身上只有几处轻微的擦伤，悬着的心态彻底放下。你把野狼搬到独轮车上，用稻草盖好，
再用麻绳勒紧，套上绳子，推着车出了门。以你如今的力气，就算扛着这几头狼走，也轻轻松松。可你不想太过招摇，才选了推车。村里的无赖李三看到你，好奇地凑了过来，一把就扒开了盖着的稻草，看清里面的野狼尸体，当即惊得大喊起来：野狼！这么多野狼！这李三平日里小偷小摸，仗着和张万才是本家，在村里横行霸道。你皱起眉，冷冷地看向他，他被你这眼神一冰，嚣张的气焰瞬间全无，弱弱地问了一句：这都是你弄的？你没理他，重新盖好稻草，推着车径直离开。李三望着你的背影，气着咬牙，却又不敢吭声。他心里清楚，这几头野狼绝不可能是捡来的，也终于意识到，以前任人欺负的软柿子，如今早已不好惹了。他突然想起张万才让他盯着你买粮钱来路的事，连忙转身往张万才家跑去，要把这发现报上去。你到了山货铺，把4头野狼一一搬上柜台。王掌柜看到这满满一柜台的狼尸，惊得嘴巴都合不拢。小哥，这全是你今天一天打的猎物，你这也太厉害了。你不想太过惊世骇俗，随口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便催着王掌柜算账。王掌柜定了定神，给4头野狼一一称重，噼里啪啦打着算盘，最后抬头对你说：一栋3995文，我给你凑个整，算4贯钱。你道过谢，接过铜钱，又看向墙上挂着的兵器，开口问道：掌柜，你这有没有更重一些的长枪？你本就觉得昨天买的那杆枪太轻，如今力量涨到了800多斤，那杆枪麻在手里更是轻的跟根麻胆似的，早就想换一杆更顺手。王掌柜奇怪地看了你一眼：小哥，你昨天刚买的长枪，怎么今天就嫌轻了？随即摇了摇头：我这店里卖的都是普通猎狐用的家伙事，你要更重的，得去县城的武馆或是军中才有，我这小铺子可弄不来。你对此并不意外，也知道镇上的铺子能有兵器卖就已经不错，想要更趁手的上品兵器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又看了看墙上的弓箭，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手里的钱不够，决定先买粮食，保证一家人近期不用挨饿。弓箭等下次打到猎物再来买也不迟。临走时，王掌柜还一个劲地叮嘱：小哥，下次打到猎物可一定要送到我这来，保准给你最公道的价钱。你揣着那条短尾蝮蛇进了镇上唯一的药铺，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中药味。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大夫正坐在药柜前，老大夫看到你手里的蛇，立刻起身接了过去：小哥，来卖蛇，这条品相不错，给你10文钱。你没想到这蛇还能卖钱，当即痛快答应。卖完蛇，你又去了米店，花了4贯钱买了足足500斤粮食。回家的路上，你心里一阵轻松。自从穿越过来，就一直在挨饿，你是真的怕的那种食不果腹的滋味。如今有了这些粮食，一家人起码3、4个月都不用再担心断粮的危机了。不过粮食是有了，家里还缺油水，你心里盘算着，往后还是得不停进山打猎，才能让一家人吃好喝好。你推着独轮车刚进村子，就敏锐地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你。作为常年在山林里讨生活的猎人，这点警觉性你还是有的。您扭头看向村里那座气派的清真门楼，那是张万才家。门楼底下，张万才正背着手，阴沉沉地打量着你。李三就站在他身后，正伸手指着你。见你看了过来，李三立刻闭了嘴，张万才则冷哼一声，沉着脸转身回了院子。李三等人也连忙跟了进去。你冷笑一声，继续推着车往家走。张万才家的院子里，李三投到张万才身边，小声说道：金宝叔，你看这小子推了这么多粮食回来，肯定是把野狼卖了换的钱。张万才脚步一顿，他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真的能进山打到猎物，看来之前说他借高利贷是猜错了。这时他身后一个满脸凶相的壮汉阴恻恻地开口道：张老爷，要不我们找个机会进山做了这小子。这壮汉名叫赵虎，在城里的武馆学过功夫，和张万才有私交。半年前在城里得罪了人，带着几个小弟躲到了李家庄，被张万才养过大手，帮着他强抢了4、5家村民的田地。村里人对他又恨又怕。赵虎满脸不屑地哼了一声：杀几头狼算什么本事？敢杀人才是真汉子，杀一个17、18岁的毛头小子，跟杀只鸡一样简单。张老爷，你说是冲到他家干掉他，还是等他进山再动手？说着，他还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张万才皱着眉沉思了片刻，开口道：这段时间村里人都怀疑之前那几家出事，可你们脱不了干系，为了不引起恐慌，你们偷偷跟着他进山再动手，做得干净点。赵虎笑着点了点头：张老爷放心，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过2天我们就回县城了。张万才挑了挑眉，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哦，你们的仇家解决了。赵虎应声答道：我二哥帮我干掉了那几个仇人，自然该回去了。张万才当即承诺会给他们准备好丰厚的看产，可赵虎却摆了摆手：不急，等弄死这小子再走不迟。另一边，你刚到家门口，就闻到了一阵浓郁的肉香。你咽了咽口水，穿越过来这么久，这还是你第一次闻到肉味，只觉得口舌生津，忍不住感叹：好香啊，终于能吃肉了。你推着满载粮食的独轮车，快步走进院子。小妹林满看到车上一袋袋的粮食，笑得眉眼弯弯，大喊道：娘，前几天你还愁没粮挨了，现在咱们有粮有肉，日子越来越好了，全是哥哥的功劳。刘氏从灶房里走出来，看到满车的粮食，眼眶瞬间就红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靠儿子打猎养家，他心里又是欣慰又是酸楚。你连忙上前安慰了母亲几句，便把粮食一袋袋搬进了粮仓。这一顿饭，肉香飘满了整个院子，一家人吃得酣畅淋漓。野兔吃完了，狍子肉也吃了不少，那只狍子足有50来斤，去皮去内脏，也还剩30多斤肉。柳氏今天炖了野兔和一部分狍子肉，打算明天再把剩下的都炖了。次日清晨，你穿好干粮，再次进山。刚进山没多久，你就发现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野鸡。你脚下发力冲了上去，一枪捅死一只，又反手用枪托砸晕了一只，转眼就收获了2只野鸡。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看着不断上涨的杀戮积分，你看着刚才受惊飞走的野鸡，心里还是有些不甘。你心里清楚，自己如今虽然力量大，可根本不懂枪法和武艺，打猎全靠一身蛮力，便暗自寻思着，等攒够了银子，就去县城的武馆学武技练枪法。可武馆的学费贵得吓人，
的，眼下也只能先努力打猎赚银子。而此时赵虎正带着3个手下躲在远处的岩石后面，死死地盯着你的身影。你一进山就被他们盯上了，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等你深入深山再动手。由赵虎负责正面吸引你的注意力，另外3个人从你的背后悄悄包抄了过来。你沿着山路正仔细留意着地上野兽的踪迹。入秋之后，山上的树叶和杂草长得茂密，踪迹本就难寻。突然，你发现路边的树枝有新鲜的折道痕迹，当即蹲下身拨开地上的杂草枯叶，赫然看到了几个疑似野猪的蹄。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狩猎技能寻踪术已开启，可用杀戮积分转化为技能经验，提升技能等级。你毫不犹豫将2点杀戮积分转化为了寻踪术的经验，技能面板瞬间变成了寻踪术2100。你凝神再看向地上的蹄印，眼前竟凭空出现了一行小字：公野猪，体重370斤，距离此处800米。你心中狂喜，这寻踪术竟能直接显示野兽的种类、体重和距离，对打猎的帮助简直是天大的。你一边循着野猪的踪迹往前走，一边发现寻踪术的经验正在缓慢上涨，这才明白原来这技能不用靠积分兑换，只要持续使用也能自行进阶，积分不过是能加快升级的速度吧。正全神贯注看着地上的踪迹，你的耳朵突然一动，缓缓站起身，扭头望向了身后50多米外的赵虎。见你已经察觉，赵虎也不再躲藏，脸上挂着假笑，朝你走了过来。你一眼就认出了他，原主的记忆里和这人从无交集，如今见他提枪挎刀，一脸不怀好意的朝自己走来，你瞬间绷紧了神经，握紧了手中的长枪。赵虎自称在武馆学过拳脚功夫，打猎的本事在这一带无人能及，假惺惺的邀请你和他一起组队进山。他嘴上说着客套话，脚下却一步步朝你靠近。在他眼里，自己好歹是1级武者，足有500斤的力气，根本没把你这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更何况他的3个同伴此刻正拿着武器从你的身后悄悄包抄了过来。你直接开口拒绝了赵虎的邀请。赵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脚下加快脚步，就想冲上来一刀捅死你。可瞥见身后的同伴已经快绕到你背后，又强行压下了怒，假笑着说：年轻人不懂这深山里的凶险，跟住我，就算遇上狼群也能保你一条命。说话间，他看到3个同伴已经绕到了你背后，纷纷举起了长枪，只等他一声令下就一起动手。赵虎再也不装了，面目狰狞，提枪朝着你的前心狠狠刺来。你早就察觉到了背后的脚步声，虽直面赵虎，却时刻留意着身后的动静。听到身后的破风声，你猛地往旁边一闪，堪堪避开了背后刺来的3杆长枪，也看清了偷袭的人正是赵虎的同伙。赵虎4人都没料到你的反应竟如此敏捷，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你躲过偷袭之后，非但没有转身逃跑，反而反手一枪刺向身后的一人。扑哧一声，长枪径直夹进了那人的胸膛，伴随着一声惨叫，那人当场倒地，没了气息。系统提示音同步响起，叮，杀死凡人1名，杀戮值加10，当前杀戮积分12点。小子，拿命来！赵虎见自己的小弟瞬间被杀，目眦欲裂，怒吼着提枪朝你刺来。你横枪一荡，硬生生将他的攻击磕偏。赵虎只觉得一股巨力顺着枪杆传来，震得他手腕发麻，心中惊骇不已。这小子明明只是个凡人，力量怎么比我这个1级武者还大？就在赵虎惊愕的瞬间，你的长枪已经刺到了他的面前，他吓得连连后退2步，才勉强躲过。你逼退赵虎，立刻转身，枪尖直指另外2个已经被吓懵的大少。你心里清楚，如今以1敌3，必须速战速决。赵虎最难对付，便先拿这2个吓破了胆的转世子开刀。那2人看着同伴惨死，早就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扑哧一声，你的长枪再一次刺穿了一人的胸膛。系统提示音应声响起，叮，杀死凡人1名，杀戮值加10，当前杀戮积分22点。最后一个人见状，吓得扔了长枪，尖叫着转身就逃。可他没跑出去几步，背后就传来一阵劲风，长枪直接从他背后贯穿，将他死死钉在了地上。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杀死凡人1名，杀戮值加10，当前杀戮积分32点，可消耗20点杀戮积分，转化力量200斤，是否立即转化？你全身喝出转化。话音落下，一股磅礴的力量瞬间充盈全身，你的力量直接达到了凡人巅峰的1000斤。系统同时提示，唯有进阶到武者之后，方可继续通过杀戮值转化力量。林木吼寿司，赵虎见2个同伴又被你瞬间斩杀，红着眼，提枪朝着赤手空拳的你刺来。你本想抛出长枪定住他，再捡枪厮杀，却因为系统的提示分了神。此刻赵虎的枪已经刺到了颈前，你来不及捡枪拔刀，只能连连后退。赵虎步步紧逼，你退无可退，后背直接撞在了一棵大树上。危急关头，你猛地扭身闪避，身上的衣服被枪尖划开一道大口子。万幸的是，心口没有受伤。赵虎用力过猛，一枪直接扎进了树干。你见状，左手瞬间攥住枪杆，右拳凝聚全身力气，狠狠砸向赵虎的脑袋。赵虎慌忙松开枪杆，抬手抵挡，却被这一拳砸得一个趔趄，胳膊传来一阵剧痛。这拳头怎么这么硬？赵虎惨叫一声，转身就想逃。你怎么可能给他逃跑的机会？脚下发力，几步就追到他身后，飞起一脚，狠狠踢向他的后心。赵虎一个翻滚躲过，可刚站起身，后背就传来一阵剧痛。你早已拔出腰间的环手刀，直接刺穿了他的身体。你敢杀我，我2个哥哥一定会替我报仇的。赵虎口吐鲜血，恶狠狠地丢下一句遗言，便随着你拔刀的动作，重重倒在地上，彻底没了气息。系统提示音同步响起，叮，杀死1级武者1名，杀戮值加30，当前杀戮积分42点。你喘了好半天，才平住下紧张的情绪，走到赵虎的尸体旁翻找起来，找到了一柄品相不错的环手刀，2两碎银，还在他贴身的衣橱里找到了一本名为《五行功》的手册，想来就是他在武馆学的修炼功法。你翻开一看，里面是一段段修炼口诀，配上一幅幅动作图解，正是完整的那家修炼法门。与此同时，你的面前出现了一块透明的系统面
面本。当前杀戮积分42点，虎形装入门，熟练度0 100，可用杀戮积分提升熟练度；行踪术2 100，可用杀戮积分提升熟练度。功法虎形功，未入门，你思索片刻，决定把手里的杀戮积分全部用来提升虎形装的熟练度。随着面卵上的文字不断变化，无数关于虎形装的修炼感悟瞬间涌入了你的脑海。你只觉得体内的气血愈发旺盛，筋骨也变得愈发强韧，但你也清楚，此刻不是潜心修炼的时候，得先处理掉赵虎4人的尸体。你又搜了另外3具尸体，找到了1两碎银和400多枚铜板，随后将4具尸体拖进了密林深处的树丛里，用枯草和落叶盖得严严实实，又把他们的武器扔到了山涧里，彻底抹去了痕迹。处理完这一切，你在山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修炼了半天的虎形装，直到天快黑了才出山往家走。下山的路上，你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今晚就除掉张万才。你心里跟明镜似的，赵虎等人进山来杀你，定然是受了张万才的指使，这毒瘤不除，往后你和家人永无宁日。你回了家，把2只野鸡交给柳氏和林满，找了个借口穿上还手道，又出了门。你悄无声息地来到张万才家，见院门虚掩着，还听到屋里有人正在谈论。屋里张万才正推着李三，让他进山看门，赵虎他们怎么还没回来？李三百般推脱，张万才不耐烦了，就让他去村口迎一迎。李三不情不愿地起身出门，刚跨出院门，就被你一把攥住了脖子。你手上发力，直接捏碎了他的喉骨，随手将他的尸体推回了房间里。屋里的张万才和他老婆孙氏看到浑身煞气的你突然出现，当场吓得惊恐大叫。你2、3步冲上前，一刀就刺进了张万才的胸膛。孙氏吓得失声尖叫，你反手一刀直接割断了他的咽喉。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杀戮积分再次上涨，你将当得到的30点积分全部转化到了虎形装上，只觉得体内的气血愈发澎湃。你快速将还手刀在孙氏的衣服上擦净血污，吹灭了屋里的蜡烛，转身出门，用锁头锁上了院门，才悄无声息地回了家。此时柳氏已经做好了晚饭，正坐在破木桌前静静地等着你。林满也拖着小脸，眼巴巴地望着院门口，母女俩谁都没有动桌子上的饭菜。刚才柳氏看到你急匆匆地出门，心里就隐隐猜到你有事，满心都是担忧，生怕你出什么意外，哪里有吃饭的心思。娘，哥回来了。林满看到你从大门口走进来，当即笑着对着柳氏喊道。他刚才也看出来母亲满心的担忧，自己也跟着提心吊胆，此刻看到你安安全全的回来，脸上瞬间笑开了花。吃饭吧。柳氏看着笑着走过来的你，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你2眼，见你毫发无伤，才点了点头，对着你招呼道。今天晚上的饭菜依旧丰盛，下午的时候，柳氏就把剩下的狍子肉全部炖了，桌子上摆了满满一盘肉。你的力量暴涨之后，饭量也跟着大得惊人。这一顿饭，你足足吃了5、6斤肉，把柳氏和林婉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柳氏看着你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藏不住的忧愁。吃完饭后，柳氏让林婉收拾碗筷，对着你招呼道：木儿，你跟娘来屋里一趟，我有些话要问你。你愣了愣，不清楚柳氏要问你什么，还是跟着他进了堂屋。柳氏坐在堂屋正对门的8仙桌旁，注视着站在面前的你，久久没有说话。你被柳氏看得心里发慌，忍不住开口问道：娘，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柳氏听到你的问话，这才凝视着你，缓缓开口问道：真的是我的木儿吗？你被他这么一问，心里瞬间发虚。你毕竟是穿越来的，占据了原主的身体和记忆，灵魂却是另一个人。如今柳氏这么问，定然是察觉到你和以前的原主判若两人。你连忙开口：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木儿，还能是其他人不成？哎，木儿，为娘就是觉得这几天你的变化太大了，大到让为娘都觉得你像是换了个人。柳氏看着你的脸庞，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你语气无比诚恳地说道：娘，我长大了，知道了作为男人的责任，要拼尽全力保护好你和妹妹，所以我必须变得更强大。既然占据了原主的身体，以便要接下原主的因果，真正把自己当成林默，把柳氏和林婉当成自己的亲人。哎，我的木儿是真的长大了。柳氏本来还怀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中了什么邪，可转念一想，儿子是越变越好，越来越有担当，就算是中了邪，也不是什么坏事。想明白这一点，柳氏擦了擦眼泪，摇了摇头，对着你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招呼你坐着，准备好好问问你这几天在山里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你坐在柳氏对面，昏黄的烛光在破旧的窗纸上投下摇曳的影子。你将这几日在山里的经历避重就轻地讲了一遍，话语间刻意隐去了那些血腥的厮杀，没有提及赵虎等人的付诸，没有提及那冰冷的刀刃割开喉咙的触感，只说是运气好，在山里挖到了几处老山参，又正巧碰上野兽相争，捡了个便宜，这才换回了粮食。柳氏听得心惊肉跳，他虽不懂山里的凶险，但看着你身上那股子日渐凌厉的煞气，看着你眼神中那股子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冷峻，心中便已猜到了7、8分。他拉着你粗糙的手，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微微颤抖，如同风中枯叶。他的眼眶渐渐红了，声音哽咽：莫儿，往后切不可再如此冒险。那山里不仅有猛兽，更有那豺狼一样的人形。咱们家现在有了粮食，日子能过下去。娘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平平安安。你能答应娘吗？你望着母亲鬓角星天的白发，那白发在昏黄的烛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如同一根根银针扎在你的心上。你望着她眼角的皱纹，那是岁月和苦难刻下的痕迹。你点了点头，声音低沉而坚定：娘，我晓得了，您放心，我会小心的。聊罢，柳氏让你去换身干净衣裳。你回到自己房间，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汗味。你脱下外衫，动作突然僵住，左边的衣袖上赫然沾染着一团暗红色的血迹，那血迹已经干涸，
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紫黑色，在灰布衣裳上格外显眼，如同一朵恶之花。你心中一凛，这才恍然大悟，方才柳氏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欲言又止的询问，定是早已瞧见了这血迹，只是他选择了沉默，没有当场点破。他问你是否还是他的木耳，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只是不愿相信，或者说不愿失去这个突然变得能撑起一片天的儿子。他选择了用母性的宽容为你遮掩，为你守护这个血腥的秘密。你将脏衣递给柳氏，他接过衣服，目光在那滩血迹上停留了一瞬，却视若未见，顺手就塞进了木盆里，只嘱咐你早点歇息。你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看着她佝偻的腰身，那背影在烛光下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单薄却又格外伟岸。你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如同温泉般在胸腔中流淌。他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你在用命换着家人的活路，他用他的方式默默守护着你，不问不拦，只等你回来，为你留一碗热饭，为你缝补沾血的衣衫。你看了看窗外，夜里的乡村很是安静，只有几声零星的犬吠在远处回荡。此时正是子时，万籁俱寂，乌云遮住了月光，天色如墨。张万才家中的3具尸体尚未处理，若是等到天亮，必然会被人发现，引来无尽的麻烦。你悄悄起身，将环手刀插入腰间，刀柄的冰凉让你更加清醒。你推开房门，像一道幽灵般融入夜色，脚步轻盈，落地无声。夜色如墨，你贴着墙根前行，身形如同狸猫般灵活，每一步都踩在阴影之中。你的脚步声极轻，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这是猎人在山林中磨练出的本能，是生死之间练就的技能。你悄无声息地来到张万才家的大门前，那座青砖门楼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阴森，如同一个张着大嘴的怪兽，随时准备吞噬生命。你从怀里摸出从那赵虎3人身上搜来的钥匙，这是张万才给赵虎的，方便他们随时回报。你打开锁头，锁头发出轻微的嗒嗒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让你心头一紧。你闪身入院，又将院门从里面反锁，确保不会有人突然闯入，断了你的退路。走进房屋，你打着火折子，微弱的火光在黑暗中跳动，照亮了周围一小片区域，将影子拉得很长，显得格外诡异。你从倒在门口的李三尸体上跨过去，李三的眼睛还睁着，里面满是惊恐和不可置信，瞳孔已经涣散，面容扭曲，仿佛在临死前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那表情凝固在死亡的瞬间，令人不寒而栗。你面无表情，用火折子点燃了房屋中的蜡烛，烛光摇曳，照亮了屋内张万才夫妻的尸体，他们倒在血泊中，地上的鲜血已经开始变得干涸发黑，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腥臭味，混合着蜡烛的油烟味，形成一种诡异的气氛。张万才胸口插着刀，孙氏喉咙被割开，死状凄惨，鲜血在地板上形成了诡异的图案。你没有急着离开，而是伸手在张万才夫妻身上翻找着，你摸出了一些碎银和首饰，银子大概有7、8两，首饰是些银镯子和银簪子，只些钱但不至于太招摇。随后你又在床榻下的暗格里找到了一叠银票和地契，那暗格做得很隐蔽，若非你力量大，强行挪动了床榻，根本发现不了。你仔细查看，张万才家境还有300多亩良田的田契，以及这处青砖宅院的房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借据和放高利贷的账单，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某年某月某日借别某人多少钱，利息多少，何时到期，逾期如何处置。你开着那些记录，心中冷笑，这里面不知有多少条人命，多少家庭的血泪。你将银子和首饰揣入怀中，却把房契和田契留在了原处。这些东西现在还不能动，否则太过引人注目，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留下了借据和账本，或许日后有用，可以作为要挟或者交易的筹码。你来到灶房，灶房里还残留着晚饭的香气，你将半坛菜油提出来，菜油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你毫不吝惜地泼在3具尸体上，油脂渗入伤口，发出滋滋的声响，令人牙酸。你又倒来一大堆干燥的木材，堆在房屋四角，木材码放得整整齐齐，确保火势能尽快蔓延。最后，你从张万才的床榻上抱来一大堆棉被和衣物，覆盖在木材上，形成一个易燃的堆，如同一个巨大的篝火堆。你将燃烧的蜡烛扔到那堆浸了油的棉被上，火焰轰的一声腾起，瞬间吞噬了床榻，火舌舔舐着棉被，发出噼啪的爆响，迅速向四周蔓延。你快速检查了一遍，确认火势会蔓延整个房屋后，迅速退出，用锁头锁上了院门。你刚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噼啪的燃烧声，火势已经起来了，浓烟滚滚而上，在夜空中形成一道黑色的烟柱。你加快脚步，消失在村巷的阴影中，没有回头，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你当回到家躺下，就听到村里面有人大喊道：“起火了，快救火啊！”声音凄厉，打破了夜的宁静。你躺在床上，闭上双眼，装作被惊醒的样子，故意弄出些动静，翻身而起。很快，外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水桶的碰撞声和惊慌的呼喊声，人声鼎沸。但你没有出去，你知道现在出去反而引人注目，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你静静地躺着，听着外面的混乱，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人声渐渐散去。回到房中，你盘膝坐在床榻上，床板发出吱呀的声响。你取出从赵虎身上得来的五行宫小册子，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翻阅。这册子纸质粗糙，边缘已经磨损卷起，墨迹潦草，显然是赵虎自己抄录的副本。纸张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汗味和血腥味，但内容却真真切切，记载着五行庄的入门法门，以及一套基础的吐纳之术。开篇便写着：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对应肺根肾心脾，庄功立足，吐纳调息，引天地灵气入体，淬炼肉身。随着你意念集中在功法上，系统面板再次在脑海中浮现，那块半透明的光幕散发着淡淡的蓝光，文字清晰可辨，仿佛悬浮在虚空之中。当前杀戮积分42.5行宫五行庄入门，熟练度30/100基础枪法，入门20/100寻踪术，2100可用杀戮积分提升任意技能熟练度。你思索片刻，决定先将积分投入到五行庄上，毕竟这是实打实的根基。
力量才是你目前最大的依仗，是你在这乱世安身立命的根本。你默念，将30点积分转化虎形装熟练度，刹那间，无数关于庄功、呼吸、气血运转的感悟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仿佛有一位无形的师傅在你耳边谆谆教诲，又仿佛你已经苦练了10年庄功，你感觉自己从脚趾抓地的力度，到膝盖弯曲的角度，再到脊柱如大龙般起伏的韵律，无一不清晰明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要领都烂熟于心。你按照口诀所示，双手缓缓上抬至与肩同高，掌心向下，食指微微张开，食指微曲如虎爪，指节发力，仿佛要扣进虚空之中。膝盖弯曲，身体下蹲，重心下沉，双脚脚跟微微抬起，以脚掌内侧和脚趾抓地，如同老树盘根，死死咬住地面，仿佛与大地融为一体。腰部微微后挺，脊椎如同一张拉满的弓，蓄满了爆炸性的力量，随时可能弹射而出。你整个人就像一头即将扑食猎物的猛虎，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连呼吸都变得绵长而有力。你闭上双眼，在脑海中观想自己就是一头盘踞山林的猛虎，虎踞山林，百兽俯首，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山林间的风声，草木的摇动，猎物的气息都清晰可辨，仿佛你真的拥有了猛虎的感知。你仿佛能感受到体内气血如同江河般奔涌，从四肢百骸汇聚，又流向四肢百骸，生生不息。站好桩后，你用意念引导气血，伴随着呼吸在体内循环。吸气时，气血从脚底涌泉穴出发，如同2条温热的小蛇，沿着足上阴肾经上行，经过太溪、复溜、阴谷等穴位，每到一处，你都能感觉到微微的麻痒和温热，那是气血在冲刷经水。到会阴后，与督脉相接，沿着脊柱向上，经过命门、中枢、大椎，直达头顶百会穴。这一刻，你感觉头顶微微发麻，仿佛有清气灌入，神清目明。呼气时，气血从百会穴向前下行，经过面部的阳明经、神庭、印堂、人中，进入胸部膻中，沿着任脉下行，经过中脘、神阙、气海，至足太阴脾经，经过血海、阴陵泉、三阴交，最终回归脚底涌泉穴。气息往复循环，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周天。每一次循环，你都能感觉到体内的杂质在被排出，力量在一点点凝聚。你渐渐进入一种玄妙的状态，物我两忘，只剩下体内气血的奔流和呼吸的韵律，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一呼一吸间，竟隐隐发出低沉的虎啸之声，虽然轻微，却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真的有一头猛虎蛰伏在这破旧的茅屋之中，随时准备扑杀猎物。第五行功，虎形桩，熟练度大幅提升。当前入门7-4以百宿主力量得到强化，当前力量1300斤。你缓缓收功，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如同暗夜中的闪电。你握了握拳，骨节发出爆豆般的脆响，力量明显又提升了一大截。你轻轻一跃，竟无声无息地跳起近5尺高，落地时轻盈如雨，仿佛一片树叶飘落。根据你的估算，此刻你的力量应该不低于1300斤，距离耐凡人巅峰的1500斤已经不远了。你感觉到，如果再遇到赵虎那样的对手，你根本不需要偷袭，正面一拳就能将其击溃。第二天一早，整个李家庄都沸腾了，如同一锅烧开的水。张万才夫妻连同李三被一场大火烧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村头井边，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村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围在那座焦黑的宅院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有震惊，有幸灾乐祸，有恐惧，也有漠然。空气中还残留着焦糊味和淡淡的肉香，那是尸体被焚烧后的气味，令人作呕，急于作呕。有人说这是报应，张万才作恶多端，平日里欺压乡邻，放刀立袋逼死人命，强占民田，活该被天收。也有人说是仇杀，毕竟张万才这些年得罪的人不少，抢人田地，逼人卖儿卖女，仇家太多了，说不定是哪个被逼急了的苦主下的手。你混在人群中，冷眼看着这一切，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震惊和一丝恐惧，就像其他村民一样，偶尔还跟着叹息几声。官差中午时分赶到了李家庄，他们穿着皂衣，腰间挎着腰刀，气势汹汹地驱散了围观的村民，开始勘验现场。领头的是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赌头，眼神阴鸷，一看就是个老江湖。目光扫过之处，村民纷纷低头避让。捕头带着几个衙役走进焦黑的房屋，用不禁捂住口鼻，仔细查看尸体。你站在远处的人群中，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跳平稳，面色如常。官差在屋内检查了一番，很快得出结论，3人皆是被人杀死后再纵火焚尸。那具被烧得焦黑的尸体上，明显有利器刺穿的伤口，骨骼断裂的痕迹也清晰可见，绝非烧死。尤其是张万才胸口的刀伤，虽然被火烧的皮肉焦黑，但骨骼上的裂痕依然清晰。捕头走出房屋，目光如电，扫视着周围的村民，沉声问道：“这李家庄的李正何在？”李山那个山羊胡族老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躬身行礼，脸上带着惶恐：“小人李山，正是本村李正。大人，这是天大的祸事啊！”捕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冷声道：“这死者张万才，平日里与何人结任最深？最近又与哪些人来往密切？可有形迹可疑之人？”李山眼珠子一转，带着几个村民战战兢兢地向捕头讲述了张万才与赵虎等人的密切关系，以及赵虎等人自从张万才出事后就消失不见的事实。他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赵虎等人的凶恶模样，说他们平日里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杀人放火，最近更是经常出入张万才家，鬼鬼祟祟，不知在谋划什么。与此同时，那些被赵虎欺负过的村民也纷纷作证，说赵虎几人就是穷凶极恶的土匪模样，平日里横行霸道，早就该死了。他们早就怀疑这些人是通缉的要犯。捕头听着众人的陈述，眉头紧锁，
走到张万才的尸体旁，用木棍拨弄着焦黑的残骸，突然发现了什么，捡起一块烧得变形的银锁片，那是从赵虎身上掉落的，被你一并扔在了现场。那银锁片上依稀可见一个虎字，赵虎。捕头喃喃自语：此人我知道，县城通缉的要犯，力大无穷，心狠手辣，没想到躲到这里来了，看来这案子破了7、8分了。最后捕头得出结论，赵虎等人见财起意，杀了张万才夫妻和李三，然后畏罪潜逃，为了掩盖罪行而纵火焚尸。他当即令人记录了口供，又查看了现场，确认无误后，带着衙役回了县城。临走时还叮嘱村民，若有赵虎等人的消息，立即报官，赏银20两。官差回到县城后，再次调查赵虎等人的底细，却发现赵虎的2个哥哥都是与北蛮国交界山中的土匪，是出了名的悍匪，手下有几10号人马，专门劫杀商队，无恶不作。这一下更坐实了赵虎几人就是凶手的推论。随后在清苑县城中贴出来了缉拿赵虎等人的悬赏通告，赏银20两，死活不论，画像贴满了城门和集市。你这2天并没有进山打猎，而是留在家里休养，对外宣称是受了惊吓，毕竟张万才等人被土匪杀了，给村民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生怕赵虎他们再返回来伤害村里的人，家家户户都紧闭门户，晚上早早熄灯。你也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所以你也留在家里陪着母亲和妹妹，偶尔在院子里练习那杆已经显得太轻的红缨枪，做出一副受到惊吓不敢出门的样子，偶尔还装模作样的叹息几声，说以后不敢进山了。柳氏看着你，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给你煮了碗热汤，汤里卧了2个鸡蛋，那是家里最后的好东西。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但他选择了沉默，只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着母爱。趁着这个机会，你真正开始修炼从赵虎身上得来的武金功。你家房后的树丛中，你手持长枪，按照庄公的法门引导气血运转。虽然你不懂什么高深的枪法，但你先把直刺、横扫这些基础动作练到极致，每一招每一式都力求完美。你双脚分开，与肩同宽，长枪平举，双手握枪，食指和拇指靠近枪身，其他3指自然弯曲，如同虎爪扣住枪胆。左脚在前猛然弯曲，右脚在后用力蹬地，沉肩提气，用腰部和腿部的力量带动全身力气，用力前刺。这一次，你仿佛能感觉到枪尖刺破空气的阻力，能感觉到力量从脚底升起，经过腰胯传递到手臂，最终集中在枪尖。呼，长枪刺出，发出一道尖锐的破空声，枪尖震颤，竟在空中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如同一道银色的闪电划过。这一次，快如闪电，猛如奔雷，仿佛能将空气都刺穿。丁，基础枪法熟练度提升，当前入门60-100丁。五行功、五行桩熟练度提升，当前入门85-100。你心中欢喜，经过这2天的苦练，基础枪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五行桩也快要接近瓶颈。你感觉到，虽然你不懂那些精妙的招式，但仅凭这1000多斤的力量和快准狠的基础动作，等闲3、5个壮汉进步得深，便是遇到1级武者也有信心一战。这2天，李家庄变得非常的热闹，议论纷纷。张万才15岁的儿子张林在城中学堂读书，听说家中噩好，当即雇了辆马车返回到家中。那马车是轻慢小车，由2匹骡子拉着，在村口停下时，引得村民们纷纷围观，指指点点。张林进家后，看到家中的惨状，房屋被烧塌大半，焦黑的梁柱还在冒着青烟，父母尸体被草席盖着，放在院中，已经被烧得焦黑扭曲，面目全非，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他当场哭得晕死过去，扑在尸体上嚎啕大哭，声音凄厉，闻者伤心，听者落泪，那种悲痛欲绝的模样，让围观的村民也忍不住抹泪。张家族人围上来，掐人中的掐人中，灌姜汤的灌姜汤，好不容易才将他救醒。张明醒来，双眼红肿，看着周围那些所谓的长辈，眼中满是绝望和仇恨。随后，张家族人纷纷表示对张万才夫妻不幸遭遇的痛心，一个个捶胸顿足，仿佛死了亲生父母一般，演技精湛。张林哭了一会儿，渐渐止住了哭声。他毕竟是读书人，比一般的农家子要有见识，懂得控制情绪。他开始与家族的亲属商量，如何操办父母的丧事，如何让父母入土为安。这一下，家族的长辈们个个面有难色，互相交换着眼色，眼神闪烁。李善那个山羊胡族老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挤出几滴眼泪，用手背抹了抹眼角，对张林说道：贤侄啊，你父母的尸体，几乎烧成灰烬，惨不忍睹啊！而且家里的钱财也都被那些天杀的土匪抢走了，一文不剩，库房都被烧空了。想要操办丧事，就得你拿出钱财来，可你如今身上可有银两？张林也愣住了，他这次回来得急，身上只带了2两银子的盘缠，根本不够操办丧事。他想要给父母大办丧事，埋伏好棺材，请和尚道士做法事，风风光光的送走，可身上确实没带多少银两，在县城读书，开销本就大，他哪有多余的银子？没银子也不要紧。李山眼珠子一转，摸了摸山羊胡，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你家还有不少土地，还有无数的粮食，都可以卖点换钱嘛。咱们都是一家人，总不能看着你父母暴尸荒也不是。只要你答应，咱们立刻就能办事。张林毕竟才15岁，但在外面读过书，见过些世面，并没有被难住。对，我家的地还在，那些良田都是上好的水田，一亩能卖10两银子，还有粮食，仓房里肯定还有粮食。我爹之前说过，仓房里还有几百担粮食。李家族人听到这话，先是有些慌乱，但随即相视一眼，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李山继续说道：贤侄，你家的田契也丢了，那些土匪杀人放火，肯定是把田契和房契都抢走了，或是烧了。至于那些粮食，也被大火烧了，仓房都塌了，哪里还能卖钱？不信你看，这是烧焦的田契碎片。他从怀里掏出几张烧焦的纸片，上面依稀可见字迹。张林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那怎么办？张林毕竟年少，一听也没了主意。他对着众族人跪下，哭着请
请求道：“各位都是我的长辈，我父母一遭不幸，我作为儿子不能看着父母暴尸荒野，还请众长辈看在都是一家人的面子上，帮着我将父母安葬。我张陵日后必有厚报。”哎，贤侄，我等的生活也都不易。李绅扶起张陵，拍着他的肩膀，小声宽慰道：“不过我们也不忍心看着你家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大家商议了一下，打算让老夫出1两银子，将你家的这片残砖断瓦给买下。你也正好用这1两银子给你父母操办丧事。这宅子虽然烧了大半，但地基还在，位置也好，日后你发达了还能重建。1两银子，三爷，这可是我家的祖宅，有10几间房屋。3年前我父亲还全部把房屋重建了，青砖大瓦，花了200多两银子，你怎么能只给1两银子？”张陵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珊，声音都变了调。李珊脸色一沉，收起了假惺惺的慈悲，冷声道：“贤侄，你父母都惨死在这个房屋中，这里就算是凶宅，晦气的，换成其他人，就是白送给别人都不会要，还得请道士做法驱邪，那花费比宅子还贵。这也是老夫心善，不忍心看着你父母无安葬之地，才答应出这1两银子。你要是不同意，老夫也正好省下这1两银子，你去求别人吧。”哼，其他族人也纷纷附和：“不错，这房子白送我也不要，这等凶宅，谁住谁倒霉。”就是李山族老已经仁至义尽了，贤侄你可别不知好歹。张明毕竟是读书人，他已经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他此刻哪里还不明白，这些族人是看他年幼，父母双亡，合伙来气住他，要吃他家的绝户。他甚至怀疑这些族人说的田契和粮食都烧没了，都是假的，应该是这些族人趁着他没回来，已经把他家的东西都抢走了。田契地契早就落在了他们手里，这是有预谋的侵占。虽然他张陵还没有死，但他年幼势单力薄，这些人把他家的东西全部抢走，如今连他家的祖宅也不放过。一旦他胆反对，这些族中的长辈就会变脸，到时候可能就变成明抢了，甚至可能合伙把他弄死扔进后山，伪造个意外，他也只能任人宰割。张陵低下头，眼中闪过一抹深不见底的怨毒，如同毒蛇一般阴冷，但他面上却露出屈服的神色。好，那就赖给三爷了，多谢三爷大恩大德。张陵记下了。李山等人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即让人写了契书，逼着张陵画了押，还假惺惺地说：“贤侄放心，这1两银子，三爷我回去就给你送来，绝不拖欠。”最后，张陵在族人的帮助下，用那1两银子给父母买下了一个薄皮棺材，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松木棺材，草草安葬在了后山的乱葬岗，连块墓碑都没立。就在张万才夫妻下葬后的当天，张明就离开了李家庄，没有回头。他站在村头，凝望了村庄好久，风吹起他的衣袍，显得那么干部孤寂，如同一只受伤的孤狼。他的眼神中出现一抹狠毒，如同毒蛇一般，低声自语，声音冰冷：“今日之仇，我张陵记住了，等到我发达之日，定然血洗李家庄，定要你们这些吃绝户的老狗死无葬身之地，一个都不放过。”李家的族人并不清楚，这个15岁的少年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滔天的杀意，那恨意深入骨髓。他们在张陵离开后都露出了笑容，聚在一起喝酒庆祝，瓜分着从张万才家抢来的财物和田地。李山占了最大头，足足50亩良田，还有大批的银两，笑得合不拢嘴。你冷眼旁观这一切，站在自家院门口，看着张陵离去的背影，心中波澜不惊。你知道，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弱肉强食，吃绝户是常有的事。你如果不是有系统、有力气，恐怕你和母亲、妹妹早就被张万才吃得干干净净了，连骨头渣都不剩。天越来越冷，转眼入冬，北风呼啸，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呼出的白气瞬间结成窗花。你每日都进山打猎，无论风雪，从不间断，如同山林中的一道幽灵。你的收获也不小，不但又买来10几担粮食，将家里的粮仓堆得满满的，还终于凑够了钱，买下了心仪已久的弓箭。那是一张体态弓，弓身由牛角和桑木复合而成，弓弦是牛筋绞成，拉力足有2担，射程可达100人。配套的箭矢有30支，箭杆是白蜡杆，笔直坚韧，箭头是精钢打造，锋利无比，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这一下就花了你3两银子，但你觉得很值。有了弓箭，你就可以远距离猎杀猛兽，不必每次都近身肉搏。最让你高兴的是，你的各项技能都在实战中得到飞速提升，每一次进山都是一次修炼。这一日，你再次进山，天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如同柳絮般纷飞，落在地上沙沙作响，积了薄薄一层。你身披兽皮斗篷，腰悬环手刀，背负铁太弓，手持那杆已经显得太轻的红缨枪，踏雪而行，脚印深深陷入雪中，却又很快被雪花覆盖。你感觉自己身后有几人正在偷偷跟踪，那脚步声虽然轻微，但在寂静的山林中格外清晰。你心中冷笑，知道自己这一段时间打到了不少的猎物，引起了别人的眼红，特别是李家的人。你若无其事地往深山走，步伐稳健，故意留下明显的足迹，引诱他们深入。你以为到了深山后，这些人就会知难而退，毕竟深山中野兽凶猛，危机四伏。没想到这些人看到你进了深山后，只是在外围站了片刻，就有3人跟着进山了。贪婪战胜了恐惧，你脸色微冷。刚才你已经偷偷观察过身后的几人，这几个都是李家的人，为首的正是那个李虎，李山手下的得力打手，另外2个也是李家的青壮。他们躲躲藏藏，以为你没发现，却不知道你的寻踪术已经快要满级，对周围的动静了如指掌，甚至能听到他们压低声音的交谈。你故意将他们引向一处你前几天发现的隐蔽山洞，那里住着一头冬眠被惊醒后极其暴躁的黑熊，那黑熊足有500-600斤重，一巴掌能拍碎石头，是这片山林的霸主。你前几天发现那山洞时都绕道而行，不敢惊扰，今日正好借刀杀人。你加快脚步，身形在雪地里穿梭，如同一道灰色的影子。快出密林的时候，找到一棵树枝茂盛的大树，3两下就爬了上去，隐藏在浓密的枝叶间，停住呼吸，如同一只蛰伏的猎豹，透过树叶的缝隙观察下方。那3名猎人追进密林，却没看到你的踪影。
只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洞口有新鲜的爪印和粪便，还有一股淡淡的腥臭味。应该进入那个山洞吗？我们进去看看，别让他打到猎物。这身上里的猎物都是无主之物，凭什么让他一个人独吞？那小子肯定在里面躲雪，咱们进去抓的现行。李虎低声道，眼中闪过贪婪之色，舔了舔嘴唇。虎哥，小心那不会是什么野兽的山洞吧？这洞口的味道有点腥啊，像是野兽的巢穴。其中一人有些担心，抽了抽鼻子，脸色发白。林默都看不到了，他一定是进入到山洞中躲雪。如果有野兽也是先攻击他，咱们正好渔翁得利。只要我们小心点跟在后面，等他和野兽斗得两败俱伤，我们捡便宜就行，不会有危险的。你怕什么？咱们3个人，还怕他一个？李虎自信满满，握紧了手中的猎叉，示意2人跟上。3人小心翼翼地靠近山洞，突然闻到一股强烈的腥臭味，那是野兽巢穴特有的味道，浓烈的令人作呕，带着一股腐肉的气息。李虎脸色突变，大喊一声：不好，这是熊洞，快跑！嗷！一声恐怖的嘶吼从山洞中传出，震得洞口的积雪簌簌落下，树枝上的积雪纷纷坠落。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山洞中闪电般窜出，那是一头巨大的黑熊，足有6、7尺高，体重怕是有600斤重，浑身黑毛如同钢针，眼中闪烁着暴怒的红光。他看到洞口的人类，顿时愤怒的人力而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露出锋利的獠牙，咸水从嘴角滴落，双臂疯狂地捶打着胸前的白毛，如同擂鼓，气势骇人。李虎3人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双腿发软，其中一个吓得尿了裤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发抖，裤裆湿了一片。另一个转身想逃，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腿，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却喊不出来，眼中满是绝望。只有李虎胆子大些，还能撒腿就逃，但脚下一滑，摔了个狗吃屎，满脸是血。黑熊猛地一跃，如同一座小山般压了下来，将那坐着的猎人拱翻在地，随后一屁股坐在这名猎人的身上，咔嚓咔嚓的骨碎声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响起。那人的胸骨、肋骨瞬间被压碎，内脏破裂，口中鲜血狂喷，如同泉涌，挣扎了几下便没了声息，死状凄惨，眼睛还睁着，满是惊恐。黑熊又朝着另一人追去，那人刚跑出去几步，就被黑熊一巴掌拍在背上，整个人飞了出去，撞在树上，几肢断裂，如同破麻袋般滑落在地，口中鲜血狂涌。黑熊扑上去，一口咬在他的脸上，咔嚓一声，半边脸都被砍得只剩下骨架，脑浆四溢。那人惨叫一声，晕死过去，眼看是活不成了。李虎拼了命的逃窜，连滚带爬，头也不敢回，很快就消失在了密林深处，只留下一串凌乱的脚印和空气中的血腥味。你就躲在大树上，冷眼看着这一幕，心中毫无波澜，如同在看一场野兽捕食的自然纪录片。这本就是他们咎由自取，贪婪作祟，想要跟踪你抢猎物，反而送了性命。你等待黑熊拖着尸体回洞，大快朵颐，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后，才悄然下注，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深山，脚步轻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傍晚时分，你背着2头野狼回到村口，这2头野狼是你绕道去另一个山头打的，左右100多斤重，用绳子捆着，背在背上。你刚进村口，却看到自家门口围了不少人，扁声嘈杂，还有几个女人正在撒泼哭闹，哭天抢地，声音尖锐刺耳，都是你们家的林默，害死了我家男人，林默必须给我们偿命。是啊，林默故意把我家男人带到有黑熊的地方，才让我家男人被熊砍了。这天杀的心黑啊，不得好死！你快步走向前去，冷声喝道：在我家门前喊什么？想死吗？李山从人群中走出来，胳膊上还吊着布条，那是上次被你打断的，义正言辞地指责你。他指着你的鼻子骂道：林默，你害死了街坊，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你故意把李虎他们引到黑熊洞，害得他们一死一伤，你心肠何其毒也！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们绝不罢休。你要赔钱赔地！你冷笑一声，环视四周，看到那些村民或幸灾乐祸，或漠然，或畏惧的目光，你突然出手，一把揪住李山的山羊胡，将他拽到面前，刀刃压在他的脖子上。老李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还是觉得我不敢杀你？上次打断你一条胳膊，还没长记性。李山还想挣扎，你拔出还手刀，压在他的脖子上，刀刃刺得他皮肤生疼，一丝鲜血渗了出来。你厉声喝问，声音如同寒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敢胡说一个字，我立刻捅死你！李山吓得魂飞魄散，跪地求饶，在死亡的威胁下，他哭着说出了指使李虎跟踪你，意图抢夺猎物，甚至想借机害你的真相，如同竹筒倒豆子。李虎此时也拖着受伤的身子回来了，胳膊上缠着布条，血迹斑斑，脸色苍白。在李山的怒视下，为了活命，他还是承认了自己诬陷你的事实，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李山身上，说都是李山指使的。老东西，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眼中杀机毕露，一脚将他踹翻在地，我看你是活腻了。李山吓得跪地求饶，林默，秦爷，我错了，我给你赔偿，我给你道歉，饶了我这条老命吧。赔偿？你冷笑，说说吧，怎么赔偿？我这2条人命怎么算？我打算赔给你2两银子。李山颤颤巍巍道，从怀里掏出2两碎银，手都在抖。你闻言，一枪杆打在他的胳膊上，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李山另一条胳膊也断了。李山疼得哀嚎，哎呦，别打了，我老了，再打就打死了，饶命啊！老东西，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杀你？你用刀尖在他脸上轻轻一划，一道血线顺着脖子往下流。听说你占了张万才的50亩地，那本就是不义之财，把地契交给我，我就放过你，否则我现在就让你去见张万才。李山听到这话，脸色瞬间惨白如纸。那50亩地是他趁着张万才死后，联合族人瓜分来的最肥美的良田，是他日后做村里首富的资本。如今让他吐出来，比割肉还疼。但在死亡的威胁下，他只能哭喊着从怀里掏出那50亩的天契，双手捧着地点你，手都在发抖，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你接过地契，收入怀中，目光扫过周围噤若寒蝉的村民，冷冷道：往后谁再敢打我林家田地的主意，或者背后使绊子，下次我手里的虎头枪可就不长眼了。
滚，都给我滚！李申捂着断臂，连滚带爬的逃走了，再也不敢回头看你一眼，如同丧家之犬。其他村民也作鸟兽散，看向你的眼神如同看鬼神。你扶着柳氏回院，关上院门，柳氏看着你，眼中既有担忧，也有欣慰，还有一丝复杂。你知道，从今往后，这李家庄再无人敢欺你林家，而你心中更清楚，这小小的村庄已容不下你的野心。待安顿好母亲和妹妹，便是你前往县城，拜入武馆，寻求更高功法，正是踏入武者之境的时候。数日后的清晨，你再次踏入后河镇。此时天刀蒙蒙亮，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集市上还没有多少行人，只有几家早起的商贩正在摆摊，升起袅袅炊烟。你背着2头硕大的野狼，步履稳健地走向山货铺，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这2头狼是你昨夜在山中守候了半宿才猎到的，每一头都有60多斤重，皮毛完整，毫无破损，是最上等的货色。山货铺的门板刚卸下，王掌柜正是挥着火计清扫地面，看到你背着野狼走进来，惊得手中的扫帚都掉在了地上，张大了嘴巴。小哥，这全是你打的？你点了点头，将野狼重重放在柜台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震得柜台上的秤盘都跳了跳。掌柜的，收货吧，还是老规矩。王掌柜定了定神，连忙拿出秤来称重，又仔细检查了狼皮的完整度，这才开口道：2头狼一共124斤，按老价钱15文一斤，一共是1860文。小哥，我给你凑个整，算1900文，如何？你点了点头，这个价格公道。王掌柜从柜台下取出铜钱，用麻绳串好，递给你。你接过铜钱，正要离开，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那杆红缨枪上。那杆枪你用了不过数日，却已觉得轻如鸿毛，800多斤的力量拿着它，就像孩童拿着木棍，毫无手感可言，根本无法发挥你的实力。掌柜的，你开口问道，你上次说想要更重的长枪，得去县城的武馆护军中才有。王掌柜闻言，眼神闪烁了一下，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道：小哥，实不相瞒，上回你提起想要重枪，小老儿就记在心上。我们的东家就是这家山货铺的真正老板，是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姓赵，是猛虎武馆的馆主的堂兄。小老儿把你的事迹跟东家讲了，东家很感兴趣，特意托人从府城弄来了一杆重枪，昨日刚送到店里，说是要送给有缘人。你心中一动，什么枪？多重？虎头枪。王掌柜神秘兮兮地从柜台下搬出一个用粗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长形物件，长径1丈，重45斤，枪胆是精铁混着悬灯打造的，坚硬无比，韧性十足。枪头1尺2寸，乃是能工巧匠花了3个月锻打而成，吹毛断发，锋利无匹。这杆枪寻常武馆都弄不到，只有军中精锐才有资格使用，是沙场凶器。你眼中金光一闪，45斤，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重兵器。你如今有1500斤的力量，正需要这种重量的长枪才能发挥全力，才能让你的力量得到完美的释放。拿出来看看。你沉声道，声音有些急切。王掌柜解开粗布，一盏散发着凛冽寒气的长枪出现在眼前，仿佛一条沉睡的蛟龙。只见这杆长枪长约1丈，鸭蛋粗细的金属枪杆上布满细密的云纹，在晨光中闪烁着幽冷的光泽，显然是千锤百炼而成。枪头长有1尺2寸，3棱锥形，锋利无比，在晨光中闪烁着刺骨的寒芒，仿佛能刺穿一切。枪尖尾部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猛虎造型吞口，虎口衔刃，显得虎虎生威，霸气十足，仿佛随时会咆哮而出。你伸手握住枪杆，入手冰凉沉重，果然有45斤的分量，沉甸甸的，让你感到一种踏实的力量的。你单手持枪，手腕一抖，枪身震颤，发出嗡的一声闷响，宛如虎啸山林，震得空气都在颤抖。你试着使了个拦拿扎的动作，枪随人转，圆枪合一，虽略显生疏，但那沉甸甸的质感让你心中大喜。这才是能发挥你巨力的神兵，这才是属于你的武器。好枪！你忍不住赞道，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多少银子？王掌柜竖起一根手指，这杆枪若是放在府城拍卖，少说也得50两银子，甚至有价无市。但我们东家说了，既然小哥是英雄人物，愿意从本家转让，只收10两银子。不过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东家有个不情之请。你眉头微皱，说我们少东家就是东家的独子，名叫赵元平，年方20，自幼习武，如今已是3级武者，力大千金，在县城年轻一辈中也是佼佼者。他前几日听说后山深处有猛虎伤人，已经失了3个猎户，便想着要进山猎虎，为民除害，也是想历练一番。但深山凶险，少东家虽武艺高强，却不识山路，怕迷路。你明白了？想让我当向导？正是。王掌柜大喜，少东家明日就要进山，想找一位熟悉山路的猎户带路。小老儿第一个就想到了小哥。你放心，少东家为人豪爽，最重义气，只要带路即可，不必你动手猎虎，安全第一。而且少东家说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说不定还能引荐你进入猛虎武馆学武。你沉吟片刻，10两银子买这档虎头枪，确实是天大的便宜，相当于白送，还附赠一个人情和机会。这个人情你若是不接，日后在道上怕是不好行走。而且你也正想进深山会会那头猛虎，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地步，同时也想见识一下所谓的3级武者是什么水平。好，你点头应下。明日何时何地？明日卯时，后山进山口。王掌柜大喜，小哥果然爽快，这虎头枪你先拿去，银子不急，事后给也行。你掏出10两银子递给王掌柜，接过虎头枪，背负在身后，那沉重的枪身压在你的背上，让你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和安全感。
仿佛背靠着一座山。你向王掌柜道了谢，又买了些干粮和伤药，这才离开商货铺，心中充满了期待。次日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晨雾弥漫，山林间笼罩着一层薄纱，宛如仙境。你身披兽皮斗篷，背负虎头枪，腰间悬着环手刀，宛如一尊铁塔般立在路口，目光坚定。等了不足半炷香的时间，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尘土飞扬中，4匹快马疾驰而来，马上骑士衣袂飘飘，为首的是一匹枣红马，马背上坐着一名20来岁的青年，方脸剑眉，一身英气，身穿暗红色短打衣衫，外披黑色披风，斜挎弯弓，腰悬宝剑，气派非凡，一看就出身富贵。后面3骑紧随其后，其中一人身材粗壮，面容黝黑，一脸桀骜，眼神睥睨；另一人面容白净，三角眼，透着几分阴鸷和算计。最后是一名沉默寡言的壮汉，背负长刀，目光如电，显然是护卫一流，气息沉稳。4匹马来到你身前5米处勒住，为首青年跳下马，上下打量了你一眼，目光在你背后的虎头枪上停留片刻，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抱拳道：“这位想必就是林默林小哥。”在下赵元平，你抱拳还礼，正是林默，果然是少年英雄。赵元平大笑，声音爽朗：“李老伯果然没骗我，林小哥这等气势，哪像是普通猎户？这等虎头枪可还趁手？这枪可是我爹特意为你寻来的，说你是难得的力士，多谢赵公子赠枪，你不卑不亢，枪很好，正是我需要的。”就在这时，那面容粗壮的青年冷哼一声，嘟囔道：“赵兄不过是个山野村夫，何必如此客气？咱们是来猎虎的，又不是来交朋友的，赶紧让他带路，别耽误时辰，我还等着回城喝酒呢。”赵元平眉头一皱，回头呵斥：“过平川不得无礼！李小哥单枪匹马猎杀猛虎，这等本事，便是在县城也找不出几个。你莫要小觑了天下英雄。”那叫郭平川的青年撇了撇嘴，一脸不屑：“杀几头狼算什么？咱们可是3级武者，杀猛虎如宰鸡犬。赵兄，赶紧让这小子带路，莫要耽误时辰。”你冷眼旁观，并未动怒，只是淡淡的扫了郭平川一眼。这种世家子弟的傲慢你见得多了，此刻不是讥笑的时候。赵元平却是满脸歉意，被你拱手道：“林小哥莫怪，这2位是我的好友，郭平川和齐辉，都是直性子，说话冲了些，其实没什么坏心。这位是董雷，我的护卫，4级武者，沉默寡言，但实力极强。”那沉默的壮汉董雷向你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目光在你背负的虎头枪上停留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你淡淡一笑：“无妨，既然赵公子要猎虎，那便随我进山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深山之中凶险万分，一旦遇虎，生死难料。诸位都是贵人，若是有个闪失，我林默可担待不起，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哈哈，林小哥放心。”赵元平豪气干云，拍了拍胸脯：“我们3人皆是3级武者，董雷更是4级武者，力达2000斤，便是来2头猛虎，也叫他有来无回。郭兄、齐兄，进山后都要听林小哥指挥，不得擅自行事。”郭平川和齐辉虽然不耐烦，但也不好反驳赵元平，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你不再多言，转身带路。你和董维将4匹马拉到你家院中，让柳氏帮忙照看，喂些草料。柳氏看到这几个鲜衣怒马的公子哥，心中担忧，拉着你的手低声叮嘱：“默儿，小心些，这些人看起来来头不小，莫要得罪吧，但也莫要逞强，保命要紧。”娘放心，我自有分寸。你安慰道，拍了拍母亲的手，转身大步离去。5人结伴进山。赵元平3人显然不习惯山林行走，身上的锦袍被树枝勾得满是口子。郭平川更是抱怨不休，说山路难走，蚊虫太多，弄脏了他的靴子。你如履平地，手持虎头枪，拨开荆棘，目光敏锐地扫视着四周的动静，如同一头警惕的猎豹。林小哥，猛虎在哪座山上？赵元廷问道，语气中带着期待。公子确定要打虎？你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他。那猛虎可不比寻常猎物，乃山中霸王，一扑之力可达数千斤，便是岩石也能拍碎，速度之快，堪比离弦之箭。几位虽有武力，但这深山之中地形复杂，猛虎熟悉环境，占据地利，懂得偷袭，恐怕怕了就直说。郭平川打断你，一脸不耐烦，我们3人什么阵仗没见过，区区一头猛虎也值得这般小题大做。你要是不敢去，就说一声，我们自己找。你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目光如刀。郭公子，我并非害怕，而是担心你们的安危。若是在这深山之中折了哪位，我林默担不起这个责任，也负不起这个罪责。齐辉也开口道，三角眼中带着讥诮，林小哥，你只管带路便是，出了事自然不怪你，倒是你自己别被猛虎吓破了胆，到时候拖累我们，还要我们来救你。赵元平打圆场，好了好了，林小哥也是好意，这样一旦出现危险，我们自己负责，绝不埋怨林小哥，如何？咱们立个字据都行。你点了点头，既如此，那便走吧，但请诸位紧跟着我，莫要擅自行动，更不要大声喧哗，惊扰了猛虎。你带着4人向深山中走去，你虽也没进过这座最深锁的大山，但你拥有满级的寻踪术，只要看一眼地上的踪迹，你就能判断出前方有什么猎物，体重多少，距离多远，甚至能判断出野兽的状态和攻击性。沿途你发现了3次野狼的踪迹，2次野猪的踪迹，甚至发现了一头黑熊的新鲜粪便，但你都刻意避开了，带着赵元品他们绕入了行。不是你不能对付这些猎物，而是你不想节外生枝，你的目标是那头猛虎，想看看这头吃了3个猎户的猛虎到底有多厉害。翻过2座大山，时间已到中午，日头高悬。赵元平招呼众人休息，取出干粮肉脯分食，都是些精致的点心和熟肉，与你带的杂粮饼形成鲜明对比。你靠在一棵大树上，啃着杂粮饼，目光却始终没有放松警惕，扫视着四周的动静。林默，为什么我们走了这许久，连一头野兽都没见到？郭平川不满地问道，你是不是带错路了，还是故意绕圈子？你头也不抬，淡淡道，郭公子，这深山老林，野兽都有灵
灵性，咱们5个人声势浩大，马蹄声、说话声早把他们吓跑了。而且我正在找那头猛虎的踪迹，急不得。什么？还没找到？郭平川怒了，你这向导是怎么当的？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想多要银子？就在这时，你目光一凝，猛地站起身，手中长枪紧握，死死盯着前方100米外的一片茂密树丛。你的寻踪术显示，猛虎体重840斤，距离100米，状态饥饿，攻击性极强。那是一头成年的雄性猛虎，正值壮年，凶残无比。找到了！你低声道，声音凝重，前方树丛有猛虎，大家伙准备战斗。赵元平等人闻言，精神一振，纷纷抓起武器，脸上露出兴奋和紧张之色。郭平川和齐辉甚至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仿佛已经看到了猎杀猛虎后的荣耀和吹嘘的资本。终于等到了，赵元平握紧长枪，林小哥带路，咱们围上去。你缓缓向前，压低声音，诸位小心，猛虎不同于其他野兽，它最善偷袭，耐心极好。咱们人多，它未必敢正面冲突，可能会绕到身后。话音未落，突然一道黄黑相间的巨大身影从你们身后的树丛中猛扑出，那猛虎不知何经绕到了后方。此刻见众人松懈，突然发难，目标直指走在最后面的赵元平。这书生果然狡猾，懂得避实就虚，先杀最弱的一款。小心！你大喝一声，声音如雷霆炸响，但已经晚了。那猛虎速度太快，100米距离瞬息即至，硕大的脑袋，锋利的牙齿，血盆大口张开，心中扑面，直扑赵元平的后心。赵元平听到喊声，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整个人僵在原地，连举枪都忘记了，大脑一片空白，仿佛被猛虎的气势震慑住。少爷，董梅大惊，举刀欲救，但距离太远，根本来不及。眼看赵元平就要命丧虎口，千钧一发之际，你动了。你脚下发力，地面上的积雪被踏出一个深深的坑洞，身形如离弦之箭般射出，速度之快，竟然带起了一阵狂风。手中虎头枪化作一道寒芒，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直刺猛虎的左眼。这一枪，你用尽了全力，1500斤的巨力爆发，枪出如龙，扑哧，枪尖精准无比的刺入猛虎的眼眶，去势不减，直入脑髓。你双臂肌肉暴涨，青筋突起，力量全开，竟将那800多斤的猛虎整个挑了起来，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狠狠摔在3丈外的岩石上。轰！猛虎的身体将坚硬的岩石砸出一个大坑，碎石飞溅，血迹斑斑。你抽出长枪，带起一捧血。猛虎的身体抽出了几下，便再没了动静。那只完好的眼睛中还残留着残忍与惊愕，似乎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个人类秒杀。定，杀死猛虎一头，杀戮值加80，当前杀戮积分80点。定，检测到宿主力量已达凡人极限，建议尽快寻找境界功法，突破至武者境界。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但你无暇顾及。你转身看向赵仁平，只见他脸色煞白，冷汗涔涔，双腿还在微微颤抖，显然惊魂未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赵公子，没事吧？你问道，语气平静，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赵元平深吸几口气，这才回过神来，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猛虎，又看看你，眼中满是震撼和感激，还有一丝难以置信。林小哥，你救了我一命，这一枪神乎其技。郭平川和齐辉也跑了过来，看着那巨大的虎尸，再看看脸上的傲慢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一丝忌惮，还有尴尬。刚才那一枪快如闪电，猛如奔雷，那猛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必杀，这等实力岂是普通猎户能做到的？他们自问，如果是自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这猛虎是你杀的？郭平川涩声问道，声音有些发干。你淡淡点头，侥幸而已。这猛虎先前受过伤，速度慢了些，加上轻敌，这才得手。你不想让太过引人注目，故意谦虚道，给赵元平等人留面子。赵元平却是正色道，林小哥不必过谦，方才那一枪神乎其技，便是家父身边的高手也未必使得出来。林小哥，多谢救命之恩，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赵元平的兄弟。说着，赵元平竟然一躬到地，态度恭敬无比，这是世家子弟最重的礼节。你连忙扶起他，赵公子不必如此，我既是向导，保护公子安全便是分内之事，换作是谁都会出手的。赵元平起身，看着那猛虎，又看了看郭品川和齐辉，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赵元平走近你，压低声音道，林小哥，有件事想与你商议。我们三人这次来猎虎，在县城里早已传开，许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必能得手，若是空手而归，实在颜面无存，被人耻笑。如今这猛虎虽是你所杀，但能否将这功劳让与我们？当然不是白让，我愿意出100两银子买下这口尸，另外再加50两作为谢礼，一共150两。你心中了然，这些世家子弟最重面子，若是让人知道他们3个3级武指猎虎不成，反而差点被虎吃了，全靠一个猎虎救命，那他们在县城的圈子里的名声就毁了，会被人笑死。你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可以，我本就是向导，这猛虎是赵公子三人合力所杀，我当时吓得腿软，根本没胆动弹，多亏赵公子神勇。赵元平大喜，脸上的感激更浓。林小哥果然是个通透人，这份恩你听，我赵仁平记下，这是150两银票，其中100两是买虎的钱，另外50两是我的一点心意，日后在县城若有难处，尽管来找我，我赵元平定当鼎力相助。你接过银票，揣入怀中，150两对你而言是一笔巨款，足够你去县城立足了，买宅子、娶媳妇、做生意都够了。郭平川和齐辉也走了过来，态度恭敬了许多，再也不敢小瞧你，多谢林小哥成全，刚才多有冒犯，还望见谅。无妨，你摆摆手，咱们下山吧。这血腥味会引来其他野兽。随后，董梅堂
当起虎师，你们5人下山。一路上，赵元平对你热情有加，询问你的身世，得知你并无事成，全靠自学，更是惊讶不已，连连称赞你是天生神力，武学奇才，非要拉着你去县城猛虎武馆学武。回到李家庄，顿时引起了轰动。村民们看到那巨大的猛虎，看到赵元平3人的华贵装束，纷纷围上来。听说他们打死了猛虎，更是赞不绝口，称他们为打虎英雄，眼神中满是敬畏。赵元平等人满面红光，享受着村民的敬仰。郭平川和戚辉甚至故意在猛虎身上刺了2枪，制造出搏斗的痕迹，以便日后吹嘘。你站在人群中，冷眼旁观，并未揭穿。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虚名有时候比实力更重要。而你已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150两银票，以及赵元平这个县城公子的友谊，这才是最重要的。赵元平临走时，紧紧握着你的手。林小哥，后会有期，我在县城猛虎武馆学武，你若有暇，定要来找我，我等你。你点了点头，目送他们离去，心中已经有了计较。赵元平等人离开后，你在村里的地位再次攀升，无人能及，连县城的公子都对你客客气气，称兄道弟。那些原本还心存觊觎的村民，彻底死了心，见了你都低头哈腰，不敢直视。李山更是裹在家中养伤，闭门不出，再也不敢在你面前出现。听说天天做噩梦，梦见你提枪去杀他，但你并没有沉浸在眼前的安逸中。你知道，李家中太小了，没有进阶的功法，没有更重的兵器，没有能让你继续变强的资源。你需要去县城，需要进入武馆，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突破到武者境界。这一日，你将家里的事务安排妥当，把那5尺亩地的地契交给柳氏保管，又留下了足够的银两和粮食，足足有200两银子和半年的口粮。你告诉母亲，你要去县城闯荡一番，待站稳脚跟，便来接他们过去享福，住大宅子，穿绸缎，吃香的喝辣的。柳氏虽然不舍，但也知道儿子志不在此，龙非池中之物，只能含泪为你收拾行囊，连夜给你缝了几件新衣裳，准备了充足的干粮，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小心行事，莫要逞强，遇事先保全自己。林婉拉着你的衣角，哭红了眼睛，哥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等你。你揉了揉他的头发，背起虎头枪，挎着环手刀，大步走出院门，没有回头，怕看到他们的眼泪心软。后河镇只是一个小镇，新任县城才是这方圆百里的中心。你沿着官道走了2个时辰，终于看到了县城的轮廓。高大的城墙足有3丈高，清蒸砌成，城门处有士兵把守，穿着铁甲，手持长矛，进进出出的商队，行人络绎不绝，比后河镇繁华了10倍不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你交了入城费，走进县城，街道宽阔，两旁店铺林立，有卖绸缎的，有卖兵器的，有卖药材的，有卖珠宝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你找了个僻静的小客栈住下，洗漱一番，换上干净衣裳，看起来倒像是个英气勃勃的武馆学徒，哪里还有半点猎户的土气。你打听到县城有3家武馆，铁拳武馆、猛虎武馆以及白鹤武馆，其中猛虎武馆正是赵元平学武之地，也是城中最大的武馆。你想先去看看。你刚走到城中心的主街，突然听到前方一阵喧哗，人声嘈杂，还有女子的哭声。只见几个身着锦袍的公子哥正围着一个卖身葬父的少女，出言不逊，动手动脚。周围围观的人群敢怒不敢言，显然这些公子哥来头不小。那少女跪在地上，身前放着一块木板，写着卖身葬父4个大字，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为首那人衣着华贵，一脸骄横，手里把玩着一串铜钱，正是钱家的人。你听到周围人低声议论，此人名叫钱浩，是县城首富钱家的旁系子弟，平日里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仗势欺人。小娘子，只要你跟了本少爷，别说葬父的钱，就是穿金戴银也不在话下。本少爷让你做妾，想进荣华富贵，要是不同意，嘿嘿，这金任县城还没人敢不纳我钱浩的面子。今天你就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那少女磕头哀求，求求老爷，只要5两银子安葬父亲。小女子愿意做牛做马，为奴为婢，绝不敢有非分之想。5两，本少爷给你50两，等我走。钱浩伸手就要去摸少女的脸，笑容淫邪。就在这时，你皱了皱眉，你并非爱管闲事之人，但这钱浩的做派实在令人厌恶，仗势欺人，强抢民女，与那张万才如出一辙。而且你迟早要与钱家对上，当初在后河镇那放高利贷的钱老爷，正是这清苑钱家的分支，你们之间早有恩怨，光天化日抢兵民女，就不怕王法吗？你冷声开口，手持虎头枪，大步走了过去，声音如洪钟，震得周围人一惊。钱浩一愣，回头看到你，见你是个陌生面孔，穿着也不似富贵人家，像个乡下来的穷小子，他顿时大怒，哪来的野小子，敢管本少爷的闲事，给我打，打死算我的。他身后2个家丁立刻扑了上来，都是练家子，身手矫健，一左一右，拳头带着风声砸向你，力道十足。你冷哼一声，连虎头枪都没动，只是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躲过2人的攻击，两脚踹出，砰砰2声，2个家丁倒飞出去，摔在帐外，抱着肚子爬不起来，脸色惨白，痛得说不出话。有点意思。钱浩眯起眼睛，眼中闪过阴狠，原来是个练家子。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在这清苑县，敢跟我钱家作对的，都没好下场。我叔父是县城，我舅舅是猛虎武馆的教头，你敢动我，我不管你是谁。你长枪一横，枪尖指向钱浩，寒光闪烁，欺负一个弱女子就该打，滚！好，很好。钱浩目极反笑，有种你报上名来，咱们走着瞧。李家庄，林默，你淡淡道，目光如电。林默，钱浩脸色微变，他好像听谁提起过这个名字，但一时想不起来。但他骄横惯了，哪里咽得下这口气？给我等着，有本事你别出县城，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明天我就让人抄了你家。放完狠话，钱浩带着家丁灰溜溜的走了。
临走时还怨毒地看了你一眼。你转身将那少女扶起，姑娘，你没事吧？少女抬头，露出一张清秀的脸庞，泪眼婆娑，楚楚可怜。瓜子脸，柳叶眉，虽然衣衫褴褛，却难掩姿色。多谢恩公相救，想女子刘婉，父亲病逝，无依无靠。你叹了口气，掏出5两银子递给他，拿去安葬父亲吧。以后小心些，这县城龙蛇混杂，早些找个正经出路，莫要再卖身了。刘婉儿接过银子就要磕头，恩公大恩，婉儿无以为报，不必了。你摆摆手，转身离去。你不知道，今日这一善举，日后会给你在这县城中带来怎样的助力。这刘婉儿并非普通民女。处理完此事，你径直来到猛虎武馆。武馆占地极大，门前立着2尊石虎，刀3丈，威风凛凛，栩栩如生。门内传来阵阵呼喝练功之声，气势雄浑，震得地面都在颤抖。你刚要进门，却被看门的弟子拦住，站住，报名学艺，先交10两银子入门费，然后测试资质，不合格者一律不收。你正要掏钱，突然身后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林小哥，真的是你！回头一看，正是赵元平。赵元平今天穿着武馆的练功服，腰间系着一条蓝色腰带，看起来是正式弟子，精神抖擞。他身后还跟着董梅。赵公子，你也有点意外，真巧，哈哈，果然是你。赵元平大步上前，亲热地拉住你的手。那日一别，我还想着去李家中找你，没想到你竟来县城了，来得正好。我正准备引荐你入馆，这位就是我师父，馆主的亲传弟子。看门弟子见状，连忙陪笑，原来是赵师兄的朋友，快请进，失敬失敬。赵元平拉着你在武馆内参观，向你介绍，林小哥，我们猛虎武馆的馆主赵铁山，乃是我的族叔，2级武师，力达5000斤，在这清苑县也是数1数2的高手，馆中弟子300，是县城3大武馆之首。你若能拜入他门下，前途无量。你心中一动，赵公子，我正愁没有后续功法，我修炼的庄公只道入门，看在凡人巅峰，无法突破，此事包在我身上。赵元平拍着胸脯，我族叔最是爱才，以你的实力，定能得到真传，我这就带你去见他。正说着，武馆深处传来一声暴喝，何人在此喧哗？只见一个身材魁梧、气势如虎的中年大汉大步走来，他身高8尺，肌肉虬结，走起路来地面仿佛都在震颤，一双虎目金光四射，令人不敢直视，正是馆主赵铁山。赵元平连忙躬身，师傅，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林默，单枪匹马杀死猛虎的少年英雄，力大无穷。赵铁山，猛虎武馆馆主，目光如电，上下打量你，突然一掌拍出，接我一掌。这一掌是大力沉，带着呼啸风声，掌位置风压已让你衣袍猎猎作响，显然用了真力。你来不及细想，本能的使出一招基础枪法中的直刺，以掌带枪，迎了上去。砰！你连退3步，每一步都在青砖地面上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但也稳稳接住。赵铁山身形一晃，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好小子，凡人巅峰的力量，竟能接下本馆主3成功力的一掌而不倒，而且根基扎实，气血旺盛，是块好料子。赵元平在一旁惊喜道：师傅，林小哥如何？赵铁山哈哈大笑，声如洪钟，资质上佳。小子，你可愿意入我猛虎武馆，学我猛虎真传？我亲自教你。你心中大喜，当即拜道：弟子愿意，求师傅收留。定，检测到宿主拜入武馆，系统开启新功能，功法推演。定，检测到外部功法猛虎镜，系统开始记录，预计可推演完善度60%。定，当前杀戮积分80点，可推演完善。猛虎镜是否消耗50点积分推演？你强压下系统的提示，恭敬地向赵铁山请礼。你知道，从今天起，你在这异世界的强者之路才真正开始，而这也只是波澜壮阔人生的序幕。而在县城某处豪华府邸内，钱浩正对着一个阴鸷的中年人哭诉：三叔，就是那个叫林默的小子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咱们的嘉宾，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那中年人钱家3叶乾坤眯起眼睛，眼中闪过杀机，如同毒蛇。林默单枪匹马杀猛虎的那个猎户，有点意思，敢惹我钱家，不管他是谁，都得付出代价。去查清楚他的底细，住在哪里，有几口人，找机会做掉他，做得干净点，别留下把柄。窗外乌云密布，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杀机四伏，但你无所畏惧，有系统在，有虎头枪在手，这天下何处去不得？这清苑县注定要成为你崛起的第一块踏脚石。